青木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九天玄雷，随便几道，便可重创于你。7七之术，只怕你会粉身碎骨。无妨。 后池，后池，后池，你要做什么？ 后池，这才7道天雷，便已伤成这样。看来北海上君年少有为，也要折损在这青龙台上了。后池，你当真愿意陪着他去死？天后，请放心，纵使后池今日命运在此，也心甘情愿。不自量力！天母，昭儿，天母，你快出来！我不要嫁给你了，我也不要你留在天宫了。你快出来，把龙丹取出来，你会死的。昭儿，大哥，你不要拦我，我要去救他。太迟了，天雷已经涌动，除非这49道悉数落下，否则这结界是不会消失的。昭儿，你这副模样，成何体统？昭儿，好吃，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，曾可须舍弃性命；如果不是你，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后池，景昭，你以龙丹救青木性命，我很感激。可青木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的玩物，他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，而且我也愿意陪着他同生共死。景昭公主，多谢你对青木的厚爱，但在青木心里，只爱后池一人。公主的心意，青木接受不了，但
待青木化完龙丹之后，也请公主放过青木。神尊，若是小殿下扛不住这天雷的话，当年是这样，如今还是这样。上古，他真的值得你付出一切吗？你又何时才会看到？好吃。为什么我现在觉得青木，青木！后祗，还有最后一道天雷了。为我如此而后悔。此生有你相伴，不悔。后世神君，在下赶来只因一问。千年来我独居北海，不曾记得与你照过面，可为什么见到你的时候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东土子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见不得你受人非议，我见不得有人欺你辱你，更见不得你明明心里很委屈，却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这么多酒，万一暴露了身份怎么办？以后你要再喝酒，必须得有我在。有一句话，我放在心里很久很久。我以后每年都给你做长寿面，而且不止今日。只要你以后想吃，我就来给你做。后祗，我喜欢你。也许你父神会走，所有人都会走，但我不会。但自从我在瞭望山上第一次遇见你时，我便知道你是我一直要找的人。就像这海天一线之间，相互紧靠，相守一生。等过了这道天雷，我们还会尽之谷，看尽之谷春景，看百花满山。青木，青木，别走！来啊！本君有我，天也不能收我。青木，你要做什么？
秦牧，你答应过我，会活下来的。你从未食言过，我不相信你就这么死了，不可能。何苦为海上君苦发誓？神尊，请问他……再等等，几道天雷就能劈死的人，又怎配是他？秦牧，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被海上君灵脉一毁，就算后世上神将全部神力渡给他，也无济于事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这又是何苦？若是失去全部神力，那后世上神怕是要神魂俱散了。到底是为情所困，他分明是在求死。秦牧，他可以为你做的，我也可以啊。好吃啊！陛下，求求您救救后池吧！看在古君上神的份上，再这样他会神魂俱散的。库神，请你救救秦牧吧！天雷已降完，这结界……神尊，闪电侠神力要耗尽了。秦牧，你活我活，你死我死。这次，无论生死，我都陪着你。还活着？这不可能！刚刚的雷电之力已经毁了他的灵脉，这不可能！等我。来呀！本君要活，天也不能收我。谁说与天相争便不能活？本君今日就让三界众生看看，我定胜天！秦牧就是白驹，这不可能！他这是要……他只是以雷电入体，重塑灵脉，好魄力！秦嬷嬷不是在做神劫？难道
咱就要产生第5位上神了。方才已经降下了49道天雷，已是神阶，如今又是32道，这不正是99之术？除了真神，还有谁能引动这81道天雷？阿华，难道他就是白？妖力！他身上竟然有妖力！半神之巅，仙界终于出了一位半神。若不是内丹离体需要重塑灵脉，北海上君此番恐怕会成为上神之巅了。能有如此奇遇已是侥幸，此人成为天界第5位上神，指日可待啊！后池，昭儿，后池。小仙参见古君上神。古君，吴焕，你敢再上后池，我便要你整个天宫陪葬。后池，后池。目光，你好歹也是天界之主，曾答应过我在天界会护后池安全。现在吴焕在你眼皮子底下对他动手，还算什么信守承诺之辈？古君，笑话！此女冒充后池，体内并无龙丹。我身为她的尊长，难道还不能问个清楚？本君的女儿，本君岂会不认的？她年幼体弱，内丹残缺，本君早就化了她的内丹，以心血养之。你这母神从未关心过她，身份也是冒领的，我看不做也罢。古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古君，当年是你当着众仙的面暗示我做他的母亲，我顾念旧情，没有揭穿。如今，你倒是要反悔了。是，本君如今便要反悔，你又能如何？今日，本君就将一切说清楚。吾女后池，并非吴焕所生。6万年前，我为了让吾女后池名正言顺地存于3界之中，才选择了吴焕。谁料，一招之错，竟让诸仙误会至今。既如此，我便在此澄清：吴焕从来就非后池之母。苦君，你想让本君认就认，不想让我认就不认，你竟敢如此辱我！我赶的事还多着，就凭你今天做的事，够本君杀你100次。本君也是念着当年神界的情分，才放你一马。你应当自省。古君，你贵为上神，还需慎言。丫头，你真有本事啊！快把天宫都给拆了。别怕，有父神在，有事咱们回去再说。等等，青池宫的人可以走，但是青木必须留下。吴焕啊，人家只是不愿娶你女儿，你怎么还非要人家的命呢？就凭他体内有妖力，本君今天就要拿下他的命。简直是挟私抱怨！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本君是为了整个仙界。方才这后生以一身仙力扛过9天玄雷，若他是妖族，早就被9天玄雷打回了原形。
还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七说八的？可白水上君的身影确实有道理。他体内明明就有妖力。对，有一丝妖力，那又如何？他身受3首火龙龙息焚身，身上存有妖力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你竟然要以此断定他为妖族？我倒是听说，这后生前几日才在3首火龙那儿救了你儿一命。你们天界之人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，还真是恬不知耻，德行有失啊！古君此言差矣。就算青木他救了杨儿，对我天宫有恩，那也比不上仙妖2族的大事。若他来历不明，天后盘查也不为过。目光，你可别忘了，神界在时，仙妖2族本是一家，何分敌我？是啊，古君上神说的有道理啊。好了，今日就到此为止。此事尚有疑虑，不能妄下定论。陛下，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能放他们走。神君，你这后生不必多礼。古君上神，下君青木愿以身为聘，迎娶后池上神，还请古君上神答应。你这后生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把后池许配给你？就凭你刚才扛过了几道天雷，青木待后池之心日月可见。青木月对天发誓，我在一日，3界之内9州之中，神伤他，我变诸神；魔辱他，我变诸魔。若违此事，他日必定万魔失心，魂飞魄散。你想得美！今日起，本君会在青池宫待上万年。诸位仙友若是遇到麻烦，可以来祁连山喝茶。但本君的女儿不嫁。青木，我家神君脾气就是这样，刚刚对那2位也没有好脸色，对你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再说了，后池乃是他的心头肉，你这样求亲也太随意了一些。要不这样，你先缓几天再说。三妹，你也看到了，青木和后池的感情早已跨越生死，你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听二哥一言，就此放弃吧。我为了他断尽一身灵根，到头来还是换得一场空。这世间的情，我纵是拼尽全力，仍然抓不住。二哥，我累了。昭儿，看来本尊此前倒是小瞧了这条蛟龙。神尊，如今3界都当你是灭世之身，古君更是对小殿下忠心耿耿。你要是想将小殿下带走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上古的未来，岂是他人能够做主的？无患，你敢伤后池？看来这3界至尊做了久了，竟让你忘了何为尊，何为卑。
是妖神天启。妖神，陛下，妖神不是早就死在白绝真神手中了吗？本尊与天同寿，谁能杀得死本尊？目光，6万年不见，你这天地倒是做得似模似样啊！我妖族不来犯你仙族，你却遣二子入渊灵沼泽，毁了3首火龙禁神。怎么，一个仙界之主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竟想吞并3界不成？妖神，天帝本来就是至阳神尊择选的3界之主，若非妖族叛乱，3界岂会失和？莫要赛这颠倒黑白！一个区区杂毛凤凰，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言？你，妖神，你今日现身，到底意欲何为？本尊既已归来，定让你们仙族付出代价。虽说本尊瞧不上你这小小的弹丸之地，可若你仙族再犯我妖族半寸，本尊定让尔等如这青龙台一般，灰飞烟灭。父神，他真的是妖神天启啊！妖神现世，3界威仪。杨二，敲响青龙钟，唤3界上仙入天宫，商议对策。是，父神。怎么这么久了，小殿下他们还没有消息啊？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。家业，家业见过神君。神君，您总算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咱们青之宫可就被天宫的人欺负死了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敢欺负咱们了。对了，这祁连山洞府怎么少了这么多？您这万年未归。祁连山的灵脉和灵气都大不如前，有的仙门修炼缓慢，以为是青石宫势颓，便都搬走了。混账！去告诉那些仙门，若他们再想回来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是，神君。陛下，妖神现世，不知陛下可有应对之策？众卿先不必惊慌，当年妖神伤于白绝真神之手，尚未恢复真神之时，否则以他的神力，早已将我天宫化为废墟，又如何只肯毁了一殿就自行离去？陛下说的是，依本君看来，今天妖神在天宫大闹一场，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陛下，纵使妖神神力大损，也不可小觑。妖神当年欲毁3界众生，独成主神，若等他神力恢复，再生此心，怕是会生出乱子。老上君说的是，景阳，你领5万仙将前往罗刹地，驻守仙妖结界，妖族若有异动，及时来报。是，父神。妖神现世，乃我3界第一大事，我仙族应齐心协力，一起应对。从今日起，各仙门上君，守好自家门户，切莫让妖族之人有机可乘。是。陛下，苦君忌讳，妖神现世，再加上我天宫，天界3族鼎立之势又成，谁也不让谁。若是不破不立，必将重蹈6万年僵持的覆辙。陛下，除了和妖族对立，那青池宫我们又该如何应对？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什么？想好你为何欺瞒我这么多年吗？后池不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这么多年，
你都不曾问过我，我以为你不在意此事。我是不在意此事，可是你对我坦诚相待了吗？啊？若是凡间女子，定会将此事告诉自己的丈夫，而不会像你一样，一直隐瞒，任由误会发生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当然在意你的感受，我们都已经有3个孩子了。这些年我打理天宫，也不可谓不尽心。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个事情，你就质疑我对你的感情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还不是因为古君常年不在，你来青池宫看我，所以我才跟了你。我心里一直对古君有愧。后来当他拿着那颗未出壳的丹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是可怜的孩子，所以我才答应做他名义上的母亲。没想到竟然牵出这么多的误会。阿欢，这么多年，又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？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要论与青池宫的恩怨，最初还是因为我对你情深，这才得罪了古君。过去的林林总总，我们就放下吧。以后你也不要再去找后池和青木的麻烦了，好吗？神君，家业已经通知各大仙门，以后祁连山不是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的了。各仙门早就习惯了捧高踩低、趋炎附势。我青池宫在3界向来保持中立，与天宫也并不交好。趁此机会将他们惩治一番，往后祁连山倒也清静。我看那些仙君啊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只要有您在，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咱们青池宫了。凤然，本君一走就是万年，这些年多亏了你，才把青池宫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神君何出此言啊？要不是当年您收留凤然，凤然现在还不知要落得什么下场。从我踏入青池宫那一刻起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您和后池就是我的亲人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后池并非天后之女，这些年她因为身世的事情受尽了耻笑，吃了不少苦头，瞧着着实令人心疼。当年本君也实属无奈之举。本君此次回来，发现后池的灵力较万年前精进了不少，不知是否跟青龙台上那位仙君有关？神君关心此事？在青龙台上，没有机会向后池问清楚，你且与我说说他的详细情况。这位上君呢，出自北海，打小就天赋异禀，不到1000年便到了上君巅峰，在仙界赫赫有名。天宫屡次向他示好，他都不为所动，偏偏对后池一番真心，在外处处维护我们青池宫。我瞧着他跟后池呀，很是什么？很是般配。休得胡言！神君，您在青龙台上也看见了，他跟后池几番经历生死，早就互通心意，认定了对方。您现在若是想阻拦，恐怕也用不上力呀。而且青木上君为人正直，本性纯良，也不是攀附权贵之人，这种品性在3界着实难得。不必说了，本君还要替后池熬制草药，他的身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。瞧神君这态度，恐怕后池和青木要吃些苦头。神尊呐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
你竟然与后池相爱了，还陷得那么深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父神，阿池，你身体还未痊愈，怎么过来了？已无大碍。我虽然在青龙台为你注入了灵力，但你底子弱。这些仙草是为父从雪山之巅采来的，对你最为有用。一会儿让长雀替你熬制了。阿池啊，你体内的灵力为何如此旺盛？父神，我在天宫有奇遇，莫名的炼化了朝圣殿的神力。如今我也能帮你守着青池宫了。朝圣殿？什么？阿池，你把这么珍贵的灵药端给父神做甚？浪费了。父神，您就别犟了。我都看出来了。你都看出什么来了？您身上有伤。小伤，无妨。小伤？那您这半年间都去哪儿了？这些灵药，可是父神从雪山之巅一株一株采来的。你根基弱，吃了这些啊，才对你身子好。往年您离开都会有令羽传信回来，这次去了那么久，一点信都没有。为父在途中遇上几只上古神兽，与他们交战时，不慎伤了灵脉，不得已入定疗伤。没想到，一觉醒来，居然过了万年。那您的伤可大好了？你父神可是上神，这点小伤何足挂齿啊？好了，阿池乖，快把药喝了。父神，这药膳横竖也是女儿的心意。阿池，父神喂你喝。好了，阿池乖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喝一半，父神喝一半。父神，您都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没有见到，我有多想念您。阿池，陪父神出去走走吧。青木上君，你这是？青木求见古轩上神，还请帮我转告。上君稍等，长雀这就回去禀报神君。这些年，真是为难你了。父神哪里话？我是青池宫的少主，我守着青池宫是应该的。小阿池终于长大了啊，父神很是欣慰。如今父神归来，我倒要看看，谁还敢欺负咱们青池宫。哼！父神，您此次远行，可曾听到过博玄的消息？不曾。不过算算日子，博玄应该早已渡劫化神，可如今迟迟未归，或许是……不会的。虽说这万年来三界从未有过仙君进神之事，可是我相信博玄一定不是渡劫失败了。只要我一天没找到他，我就相信他仍然活在这世上。是为父言重了，我也相信以博玄的实力，他定会平安。父神，女儿还有一事，青龙台上的后生青木，他待女儿情真意切，女儿亦是如此。你和他
我与他已经许诺终身，亘古不变。青木为人正直，善恶分明，女儿不会看错人的。小殿下，神君，长雀，何事如此冒失？啊，神君，北海上君来了，现在正在宫门外等着求见神君呢。来得正好，请他去正殿吧。是。走吧。青木见过神君，免礼。本君今日见你，是想把话和你说明白。你对后池的心思，本君很清楚。但你们的婚事，本君不同意。父神。还望北海上君以后莫要再来青池宫。告辞。父神，后池，你先别着急。父神怎么会如此？你也多为神君想想，你跟神君一别数万年，现如今团聚，青木又上门来求娶。试问哪个父亲会舍得自己的女儿呢？可是刚刚父神说以后都不让青木来青池宫了。哎呀，神君说的是莫要再来，不是一定不来。我看他呀还有机会。是啊，后池，我还有机会。今天是我太急了，没有顾虑到你父神的感受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弃。我让他终有一日可以承认我，让他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。你先多缓几天。我觉得神君此番作为，是在考验姑爷呢。考验？嗯。神尊啊，造化弄人。若您回想起这一切，看到如今这般情形，又该如何？后池与青木用情一深，可我不忍心看见后池难过。父神，公主的身子才刚刚恢复，万不能喝酒。你们就是这么伺候的吗？奴婢知错，公主殿下执意要饮酒，奴婢实在拦不住，愿陛下恕罪。罢了，都退下吧。身子养得如何了？也无大碍。父神那日知道你失了龙丹，很是心急，对你说了几句重话。龙丹是你的根本，若是没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父神也是心疼你啊。是女儿一时糊涂，才做了如此荒唐之事，还让父神和母神替我担忧。女儿知错了。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。要是父神知道那青木终已青池宫，父神绝不会给你们赐婚。
也不会落到这个局面。此婚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但是经历了此番事情，我也看清了许多事。昭儿，你从小生活在天宫，养尊处优，我们对你都是千依百顺的，这才养成了你骄纵的性子。本以为是对你好，感情这种事情勉强不来的。这次吃了苦，一定要记住这其中道理啊！女儿知道了，以后女儿一定爱惜自己，不再肆意妄为。这便好。龙丹失而复得，对你的灵力有很大的损伤，不如闭关修炼一阵子，对灵力恢复有很大的帮助。好了，不能吹着凉风，父神送你回寝宫，好好休息吧。父神，想哭就哭出来，父神永远陪着你。妖神现世，就离觉醒不远了。待他成为真神，就以月明为由向我发难，我又岂能招架得住？靠目光不行，我必须提高自己的灵力。留给本君的时间不多了。此功乃煞气所炼，若你用它修炼，可提升灵力。煞气就是那些枉死之人的怨气和恶念，他们心中所有的愤愤不平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，所以此功也威力无比。6万年了，本君已不是当年的小神士，而是拥有上神之力的天宫之主。彼时不能控制的魔气，难道现在还不能为本君所用吗？凤女，天后有何吩咐？神尊，今日先祖以仙将失踪为由，率先发起攻击，我们双方几个来回互有胜负，但也折损不小。互有胜负，是欺我妖族无人了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命3首火龙入驻罗刹地，再加1个半神，我看仙族还如何放肆。是，神尊。这些都是亲手做的，可不是仙法变的。您好久没吃过人间的菜了吧？快坐下尝尝。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？这些不是我做的，但也是我的心意。这些都是青木为您做的。这鱼还新鲜着呢，是他下山打的。这果子酒是他在后山摘的李子给您酿的，他整整做了1天才做出这一桌席面来，你可别给他撂脸子了。阿赤，这真是他亲手做的？正是。
一辈子也就吃上这么一顿了，豁出去了。父神，您要是喜欢吃，青木可以天天给您做。青木上君，我们在。你随意一点，你随意一点，我才能输的。啊，是。长雀，神君，去库房取10颗万年夜明珠，赠予北海上君。是。今日上君一席，本君以10颗万年夜明珠相赠，想必也没有亏待上君。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青池宫不便留外客，上君还是早些回北海去吧。风然。啊，宋柯，父神，后池，古君上神，青木待后池之心，日月可见，诚心求取。为何神君执意要将青木拒之门外？青木上君，你3番4次救吾儿于危难之中，于青池宫乃是大恩。你是人中龙凤，又是仙族翘楚，是吾女太过顽劣，配不上上君。神君几番托辞，到底对青木有何不满？无他，只是本君舍不得我这宝贵女儿。你们的婚事，本君不同意。父神，凤然，宋柯，是神君。上君，请吧。青木告辞。青木，青木，青木。父神，父神，父神，您为何如此的讨厌青木？父神说了，父神是舍不得你。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通情理了？3阶皆辱我笑我，唯有青木从未看轻过我，待我至诚，哄我开心，以性命护我。这样一个为了我愿意与3阶为敌的人，您为何以一个如此敷衍的理由拒绝了他？父神不是存心敷衍，父神有苦衷，此时做不了主。您为何做不了主？因为我的身世。其实，我也早就想问您了，我并非无患所生，也没有蛟龙血脉，更不是您在哪个山头捡的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是我的灵脉未开，所以修炼不了灵力。
可是静渊告诉我，他说我体内有一道强大的封印，压制着我的灵力。我知他没有骗我，因为我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属于我自己的记忆。在朝圣殿的时候，更是看到了神界的记忆。父神，为何我可以看到神界的记忆？为何连天地都炼化不了的朝圣殿，竟然被我炼化了？皓齿，你长大了，你的身世，父神不该瞒着你。其实你体内沉睡着一道神界的神识，而你就是他。我是神界的遗神。6万年前，混沌之劫降临，魔族来犯，众神陨落。你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是以我在浩劫中拼着一身神力，保存了你的一缕神识。只是那缕神识太虚弱了，所以我下到凡界，于华境池中孕养了数千年之后，才诞生了你。那博玄呢？他也是神界的吗？不是，他只是3界的一位普通仙君。我下界时，曾有恩于他。他为了报答我，所以才答应留在青池宫照顾你。你体内那道神识，便是我与博玄一起封印的。父神，女儿还是不懂。既然他是您的恩人，那为何您救下他之后，又不让他苏醒呢？这是他的意愿。身为神，要肩负苍生，一生命途难有几甚。当年他惨死于混沌之劫中，唯一留下的心愿便是愿来生不成神。若有来世，绝不成神。可就算他失去了记忆，也是这悠悠3界中最尊贵的存在。原来我真的不是您的女儿，我就是一道神识所化。您和博玄对我好，就是因为我体内的那道神识。你们为了完成他的意愿，自小便封了我的灵力，哪怕让我成为3界的笑柄。皓齿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他可是上古主神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吞噬朝圣殿的时候，看见了他。他与我长得一模一样。父神，以前我只是认为我是为母所弃，但至少还有疼我爱我的父神和博玄。如今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的存在是为了完成别人的夙愿。既然这身体本就不属于我，为何还要运化一个后池出来？我啊，从未拥有过任何身份、亲情，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。皓齿，我和博玄只是想你平平安安、无忧无虑地过完这一生。我不听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。你们在意的都是他。皓齿，皓齿，对不起。皓齿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与父神之妻了？傻瓜，他不应便不应，我再努力便是。他可是你的父神，
最心疼你了。你不该因为我和他置气。你不懂，他不是。他不是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青木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啊。你喜欢的是我吗？是我，后池吗？当然是你啊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们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特别熟悉，好像我们相识了千年万年一般。其实我认识你，比你想象的还要早。1000年前，我自北海苏醒，没有了记忆，可我却一直梦见一个女子。什么女子？那女子身穿玄色古袍，站在雷霆漩涡之中。千年，万年，你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你梦里想了千年万年的那个人？我梦里的人是你啊。不是的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我从未穿过玄色古袍，也从未出现过你的梦里。他不是我。青木，我问你，若那日在瞭望山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没有看到我手上的手链，你也没有觉得我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你还会不会陪我去妖族，以性命保护我，并且喜欢上我？原来你们大家都一样，只是因为我体内的那道神识，所以才以性命保护我，所以才对我好，对吧？什么神识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后池。你喜欢的那个人，就在我这具身体里面。一个身体，不可能有2个灵魂。不是他吞噬我，就是他烟消云散。愿来生不成神，与你在一起。上古，我不让你死。若注定只能留一个，你会选择谁？你不许伤害他。好一个不许伤害他！你走吧，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不是，后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。你听我说。青木，本君说过，北海上君无需再留在祁连山。神君，待我寻回后池，再来向神君请罪。你连自己的心意都分辨不清，就算把人追回来，又有什么意义？神君此言何意？方才后池问你，他与他体内的神识只能存活一个，你选谁？连这最简单的一句都答不上来，又谈何对他的喜欢？我不明白他体内的那道神识是什么意思。后池并非我所亲生，它是我以一道上古神识孕育而成的。那道神识太过强大，一旦苏醒，后池便会失去记忆。对你来说，就相当于不复存在。青木，后池非寻常仙族，你们俩在一起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尽早结束，
免得来日痛苦。不，我不会放弃和后池在一起。你就没有过一丝疑虑吗？你对他的熟悉，对他的珍视，难道真的只因为他是后池？一个人若是连自己是谁都没搞清楚，便贸然求娶他人，未免为时尚早了吧？齐木斗胆，敢问神君，说的是白绝真神吗？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